有朋友在说大飞哥生日快乐啊！哇塞，大飞哥过生日我都不知道。作为一个团队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我都不知道他的生日啊，惭愧。惭愧啊！刚有朋友说我看没开播的时候，有朋友说那个是不是宁哥是不是今天上来给大飞哥庆祝生日？哎，想多了。啊，就是今天下午看了一下午视频，然后那个有点头昏脑胀的，上来给你们播一会儿，跟你们聊会儿天，静静脑子啊。就是再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给播嘛，没事得播一播啊。我就确实那个时候因为我有点傻嘛，宁哥是后期才稍微变得稍微聪明一点。我在20岁左右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傻子啊，就是那时候我就是个傻子，就是特别憨，什么也不想啊，什么也不想，就天天搁家唱歌，就天天搁家自己唱歌，然后走路也唱歌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服装店卖衣服嘛，那个时候在服装店卖衣服就是当导购啊，就是一个引导你购物的人，叫导购啊。就是咱家很多朋友都干过嘛。那个时候呢，就在商场里卖啊，商场里卖，然后商场有一个大家都知道，都在里边放歌嘛。啊，就商场里会放音乐，我整天的上班的流程就是从头跟着那个音乐唱到尾。那天我是在那个卡帕买衣服啊，卡帕啊，就是对面那个阿迪那个人都疯了都要，他就跟我们店长说，你家那个小伙叫什么宁，那个是不是精神不太好？啊，店长说怎么了？我看他天天上班来卖衣服也不卖货，在那唱歌的。从头唱到尾，哎，我忙到死了啊！真是啊，我店长跟我说那个刘颖啊，那个平时上班的时候啊，你尽量不唱嘛。我说怎么了？我唱不好听吗？我还问人呢，我说我唱不好听，刚才哪个转音没转好，还是怎么是高音没达到？他说不是，他说那个人对门的说你唱歌那个什么啊，唱歌那个太那个什么了啊，太烦人了啊！我说那怎么办？我还是就想唱，我控制不了，我内心的音乐细胞压抑不住。那你要不你上库房唱吧啊？我们那个卖衣服都有库房嘛。我说那行啊，反正让我唱就行。我不是为了唱而唱，我是真的是控制不了。然后呢，后来我就被分配到库房了。库房其实和前台就很近嘛，就开个门进去拿货什么的都在库房里嘛。我就在那库房边上站着。比如说这个人说啊，这个鞋挺好的，那个什么你给我找上36的，我就到库房里了。我给他找货去了啊，我就干找货那个事儿了。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有点傻。你知道那个活，因为卖衣服你们也知道，你不卖啊，很多朋友不知道啊，它是提成式的。你不卖货，你就没有提成，你就挣保底儿啊，保底儿可能是800到1000块钱。你卖一件衣服啊，提4%还是5%啊？就比如说400块钱衣服，你能提5%的话，就是20块钱。你懂吗？就是卖衣服都是干这种的，都是这种的啊。所以那个时候也挺傻啊，就是为了音乐可以放弃钱。那个时候其实一个月，我在我们丹东一个月能挣3000块钱，其实也算是一个高收入了吧？啊，也不算高收入，就是正常工资偏上一点啊。现在其实也是，现在其实找活真的不好找。我真的是我就是现在这个工作真的是不好找。你说干什么？像我们这种人，比如说像大飞哥，如果他不弹琴，他能干什么？大飞哥，你如果现在没在摩登兄弟里边工作，你现在能干什么？你想过吗？想过，干什么？我不说卖包子吗？卖包丹东餐饮巨头包子。卖包子你也得有本钱呢，问题是你本钱从哪来呢？跟你妈要。你的意思是从那时候没有本钱的时候开始想？对，你该怎么办？没有本钱的时候开始去酒吧当头牌呗。不是，我就说了，你没有音乐这个属性以外，酒吧当头牌，你可能是那样的话，可能是当服务员吧。对呀，所以大部分人其实没有技能的情况下，都会选择服务行业啊。卓哥呢？卓哥，你要如果不干那个，你现在没有音乐支撑的话，你会干什么？你会有什么计划吗？拿麦克风说，给他个麦克风。主持人给他递个麦克风，快点。没事，你就蹲着说就行，几句就可以。就是在无音乐情况下，就没有音乐的情况下。没学过音乐呗？没学过，就是你要干什么？摆球呗。给人摆球是吧？OK， 到台球厅给人摆球啊。我俩都有志向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有朋友给他哈哈，你哈哈好吗？你瞧不起卓哥？开玩笑，我相信大家不是瞧不起这个职业啊，我相信大家是想说你就这点爱好了，是吧？有朋友你呢？我怎么选择都告诉你们了。
先厨师，然后服务员嘛，就跟你讲过嘛都，你还问我呢？我之前干的跟人音乐任何关系都没有，我不像他俩。人卓哥也是家里人支持，从小学的音乐，也是学的吉他专业出来的，还弹这样，不是？人从小学我跟卓哥我们一块上二职高的时候，丹东2期校的时候，我是学的厨师，我俩是同学，他学的是什么呢？他学的是音乐专业。那个时候人家开始组乐队了，我还学厨师呢，你懂吗？我俩一个学校校友，属于那个时候就。人家那前是在学音乐了，所以嘛，你问我的选择，我选完了，告诉你干服务员嘛，干服务行业。就很多艺人明星啊，或者怎么样上节目采访，他会说，哎，我平时我年轻的时候做过服务员，你那是体验，你是大学的时候去勤工俭学，我是踏踏实实干了5、6年服务员。所以就是这个是人社会底层啊，就咱们也不是社会底层吧，就是人就是最基层的这些工作人员，我觉得是我是最能体会他们的辛苦的啊，我是最能体会他们的辛苦的，就是那种感觉。路边练过摊真的是基层啊，比如说路边我卖过烤玉米，还有个东西没跟你们说，那个时候我妈给我进了一批韩国小商品，进了一批什么呢？韩国小商品就是那种韩国那种手链啊。什么小装饰品呢？就顶上有写一个，就弄一块玻璃，然后上面顶上写个字叫忍，忍耐的忍啊，弄个小玩意儿，小挂件啊，就是2元件那种的，就进了一批钥匙扣啊，进了一批2元件那些东西，从韩国进的啊。韩国其实是朝鲜啊，就是其实但是就拿过来卖嘛啊卖。当时我就找我们的地方，我们丹东有个地方叫元宝山公园啊，叫元宝山公园，那个时候刚建好。天天晚上弄个小包袱啊，包袱是真的包袱，那个布裹起来到那个公园门口去卖。我当时去之前还打听呢，我说，哎，你们有没有知道那个元宝山公园门口摆摊有没有人抓？有没有人赶？他说没有吧，我看网上都在那摆呢，好像是没有事儿，你走给卫生收拾好了，好像交5块钱扫地费什么就可以，好像是1天啊。我说那也行，那无所谓。去了啊，去了我就摆了1天，一个卖不出去。一个都卖不出去啊！一个也卖不出去，为啥呢？其实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为啥，我就在想那个时候在想为什么卖不出去呢？为什么没人买？现在想想，我觉得可能是那个东西确实不咋地。谁会买一个挂件顶上写个忍啊？那种东西其实没人会买，就是那种感觉，所以就是搭5块钱进去吧，当时的1天。没有啊，也没收我钱，没收5块钱，就是我当时打听是这样打听，但是其实没人收钱啊，就在那摆啊摆，然后有过来看2眼就走，看2眼就走啊，哎呀，所以那个时候创业其实也很难，所以你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就是我想说什么呢？所以现在1个月能挣几千块钱的人其实很多，大部分人都是啊，大部分人都是现在人飘了是因为你们互联网太发达了啊。很多朋友很有压力，说：“哎呦，你看别人都这样了，我怎么1个月才挣2、3千块钱、3、4千块钱？”你看到那些人啊，是1/1000，你懂吗？就你看到的那些人是1/1000，1万个人才有1个，1个月挣几万块钱，年薪100万、年薪50万这种的，那是几万人当中才有1个。像咱们这种1个月挣3、4千，那是常态，正常人。所以就是都一样。你不要你看个抖音，你给你价值观颠覆了；看个小视频时代，你给你价值观觉得，哎，我现在怎么办呢？我1个月才挣4千块钱，怎么弄啊？我都是垃圾吗？啊，千万不要这样，这是正常人。你看的是那已经是佼佼者了，只是现在网络发达了，让你看到了所有的东西啊，让你看到了这些东西啊，所以千万不要说觉得好像我3千块钱都不想去挣了，1个月4千块钱我觉得少啊。当然积极向上那个心，好好挣钱那是正常的。我想多挣钱，我想努力，那是正常的。但不要因为跟别人攀比，你会失去信心，你觉得对生活失去信心，或者是抱怨什么的，千万不要啊！就踏踏实实挣你的钱，好好往前发展。就像大飞哥一样，对吧？他没有音乐的情况下，他也不会想到他要成明星，他想的是做一个包子铺。你们也是踏踏实实的，我也是。我在那个时候啥也没有的时候，不也是踏踏实实，我就那个什么嘛，踏踏实实我就那个什么，我就干服务员嘛。我在服务员当中也是个佼佼者，我就干到领班了，手底下管7、8个人呢。天生是当领导的料，就是个 leader 啊。我就是对不对？我在学校我就学生会那个生活部长，就是什么呢？生活部长是干嘛的？就检查卫生的。上一班检查，你这地拖的不行啊，那个下节课休息时候给地好拖啊。到
后来到了服务员之后，干服务员升了领班之后也是这样啊，你这个盘子摆的不正啊，你这个东西吧，盘子你得摆中间，然后呢前面那个筷子摆到右面，然后呢右面那个间距大概有1筷子远那么远，然后勺呢是扣过来放在盘子上，碗呢放在前面，距离1指那么个距离。你这个尺度都没摆好，椅子都没摆正啊，天天就干这些东西啊。在微博，我叫摩登兄弟刘玉宁，下一次直播我带你研究。